9点已到，闭户关宅，不得外出。天佑望朝雨，今夜海妖供奉仪式，一切顺利。哎呀，又到了每月一次的供奉仪式了。3，猪年好，你好呀，船长好，哎，出郎好。5，来，海妖大人，吃了海之鹿，可就不能吃我们了哦。海怪，3天之内杀了你，骨灰都给你扬了啊！哎，让一让，巫女来了，让一让。哦，巫女来了，终于摆好了。哎，哦，保佑盛典一切顺利，平息海妖之怒。平息海妖之怒。好了，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那我们就复习一下盛典要做的必须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来，跟着啊，来，哎，朋友们，请跟好我的动作。好。举起你的右手，举起我的右手，放到你的脑后，放到我的脑后，拍，拍，海妖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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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举起你的左手，举起我的左手，放到你的脑后，放到我的脑后，海妖退，海妖退，海妖退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类。哎，你们好啊！哎，你们穿的很奇怪啊！你是谁呀？你穿的奇怪，你才奇怪呢！你们是不是在拍短视频啊？什么短视频呀？什么是短视频？短视频是什么？短视频不知道吗？啊，你们3个这身高很适合拍短视频啊！这个上来是什么话？这里只有一个人适合拍长视频，这个只有他一个人是长视频吗？啊！但是你们是谁呀？怎么都是这样的呀？不是我们是这个岛上的岛民啊。对呀，我们这是望朝雨啊。哎，你们穿的真的是很奇怪。不是，现在我们都一样，只有你不一样，难道奇怪的不是你吗？对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们不是在拍戏？然后你们现在是什么年代啊？我们现在是农历1000年4月初8呀。我穿越了。什么东西？我穿越？什么又叫穿越？哪个穿哪个越？什么叫穿越？
就是说我来自于未来。你来自于未来？我来自于未来，跟你们时代不一样啊。您是通过什么方式穿越过来的？就是睡过来的。哦，对。什么事儿？你怎么证明你来自未来呢？我可以证明你的未来，但是我需要其中一个人脱一只鞋啊。我是可以听出未来的。听鞋？听鞋能听出未来。听啊，你听，他告诉我了，这位先生的未来一定会有一段非常崎岖而不平的路。哦，这是你的未来，你看准不准？你看非常崎岖，长视频、短视频、长视频。哇，这位先生还特别爱干净，我还看出来了 ，I'm sorry。长视频，短视频。你看这个未来准不准？什么鬼？这个未来准不准？我是来自未来的一个人，我太爱干净了。我的白袜子，哎呀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我看出来了，他肯定特别爱干净，在未来。不是哦，哎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我们在准备供奉仪式啊。平息海妖之怒，海妖发怒了。海妖发怒了，他要吃人。对，但是我们因为现在仪式还没有开始，真岛主还没出来呢。对，我们在等真岛主来带领我们参加仪式。对。哎，对啊，真岛主怎么还不来啊？哦，但是真岛主如果不来的话，那个海珠露也没人送来呀。海珠露，所以要找真岛主吗？对啊，我们他姓真吗？对，他姓真。对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未来有一个节目叫做《大侦探》。那个节目里只要姓真的必须死啊！天哪！所以有不祥的预感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找找他。找。不对，到前面有脚印儿，等会儿真有脚印儿。哎我这怎么是还有脚印儿啊？他从祠堂来的。你看有脚印儿。这说明只有一个人走进去过，这就是真他本人的脚印。那我们进去吗？你们去找找你们的真吧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啊。啊！哇，真岛主你没有心啊！天哪！天哪！真岛主心脏不见了。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，满足每日100%维 C，就喝外星人维 C 水。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，全能 Mate， 你的 Soul Mate。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、Mango TV 同步收看。更多福利线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，在超级现场解锁签名照、演唱会入场券。我怎么挖了心了？我知道罪犯是谁。谁是谁？
你们知道有首歌叫《偷心》吗？是谁偷我的心？哇，无心，我们什么没有心了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这是海妖挖的吗？是他被海妖吃了啊！你们这儿海妖这么狠啊？对呀。那么既然大家都已经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行，对你们还行，但是我是穿越过来的。哇，大家看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们从来没有见过，我们没有见过。这个在未来这叫做手机。手机是干嘛用的？它能下蛋吗？手机是不能下蛋，它能打名吗？手机也不能打名啊！啊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你们都不知道我是谁，对不对？我叫做大梦想。然后大家看我没有？看我那2条腿没有？为什么我只有1条腿在抖？因为我有条不紊，好吗？然后呢，所以说今天我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侦探。你叫大梦想？对，我叫大梦想。然后呢，我和你们的死者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们确实是这儿上的岛民，对不对？这是可以。好，你们介绍一下自己。来，开你了，有请你的第一位。然后很灵。哇塞，你是海妖！我算的就很灵啊！哎，是我就是说明天要是下雨的话，它绝对不会晴天。我要说你出门踩到了狗屎，你绝对就会交好运。我就是这里的巫女，对，我是负责在这里占卜的新巫女。新巫女，还有老巫女，还有旧巫女啊，是新的巫女。她妈妈是旧的巫女，还有二手巫女，世袭的，对。你看这个就叫短视频，刚才拍下来了。在这里占卜的。哇，太棒了！如果上面有好好哦，哎，这皮肤好好哎，你也跟我来一条。哎，如果上边有一些别的花花点点，就叫做直播。你看，哇，这个人可以动，把它当个记录下来了。你这样不就把他的魂搞进去了吗？不吉利。不吉利吗？那以后我们以后有一个网站叫做 Internet， 特别阴啊！你们要去阳特 net 吗？Internet 是超级阴的，这你们要注意。哎，这一位啊，来，我是这个岛上的采珠女啊，我叫欧珠娘。欧珠娘，对。欧珠娘，对，然后我想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去采珠的3大原则。听一下3大原则。第一呢是不要踩到虾，因为虾滑啊，虾滑。第二呢是要远离鱿鱼，因为鱿鱼就会败北。第3呢，对，一定要小心海鳗，因为蛮不讲理。你是海鳗吗？你这段还蛮好笑的呀，好有才华呀！你给我录好了没有？好了，给您拍好了。你看，你也能动，你也动。这种高级位不好看，不好看哈。你越来越懂了，你知道高级位。那要不要这一位我就这样开了？来，开始了吗？来，开始了，走你。卖高了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我的吆喝声虽然歇斯底里，但是我做的糕点真是delicious。delicious， 我天哪！在地里射死了。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词语，我突然灵感一现，我就知道我的糕点 delicious， 我是望潮语第一高手。哇塞，李厨郎。李高手，我是望潮语第一高手李厨郎。哇，好有底气的一段介绍啊，帅！我做的糕点怎么样 ？delicious man， 一锤4停。Wonderful， 真的不错。这一段在未来不是delicious就是直接射死了，好吗？就射死了。来下一位。哇，这位我开船出去接王阿姨回来，但船却翻了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小船，说翻就翻，耶！蹦蹦蹦！我开船出去看见一只鲨鱼，我拿船桨打了鲨鱼，我会说什么啊？我讲完了。
哦，他的讲完了嘛，奖杯弄完了，哇！我是刘船长，无论风浪有多大，我的小船绝不翻船。学得太好了，他是船长，船长。哈哈，好嘞，你要说3、2、1开始，3、2、1开始，大家都很卷卷怎么办？你去读书，因为读书破万卷。哇，好厉害，厉害！大家都没钱了怎么办？你去读书，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。我就是读好书、好读书的何书生。哎，你们有觉得何书生已经做好准备接任岛主的装扮了吗？你看，衣服都是一模一样，你看。对呀，现在就该我了。那么呢，现在我来说一下，现在咱们是，看有没有表，有没有钟表，西洋钟。哦，这有一个西洋钟，哎。然后现在是芒历的1000年的4月8号22点45分，在甄府的卧室发现了这名死者，被挖心了。他的名字叫做甄岛主。望潮宇呢，现任岛主吗？是，现任岛主。是的，是的。好了。死者现在躺在了这个地上，心脏被挖出来了，然后但是没有发现心脏，心脏周围呢有大滩的这个血迹，对。还有一点，他的心去哪了？如果他把他心带走的话，路上一定会滴滴答答的。对，哦，而且一定会留下血迹。然后而且你们还说有海妖，这个事儿太蹊跷了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咱们就开始集体搜证吧，好不好？来了。让我们来抽取今天的投票顺序。来，交给侦探。好嘞。谢谢各位，噔噔噔噔，大家跳起来，一起跳起来！外星人，维 C 水。那么维 C 水一喝到底，大侦探所向披靡，请一起来一瓶外星人维 C 水。各位可以拿一下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干杯畅饮后，念出咱们的维 C 口令，一起见证身后维 C 补给站的点亮100%，即可抽取维 C 守护者解锁独家3艘资格。我们口令是满足每日100%维 C，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。干杯！100%现在已经亮起来，你看这个灯，哇！我们让加个线呢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第一个加也绝对是6，结。哇，可以。好上去，是吗？很棒。我来这个。哎，又是我！这个可以，它可以最后是吗？它可以3艘。又是我！天哪！3、2，何老师是1了。你怎么这么棒？今夜是4。来，开始集体搜证吧。走，去搜证喽。走。我们先去真卧室。岛主的房间这么豪华哎！翻起来。有没有什么藏？没有。哎，它这下面有东西。哦，这个盒，哦，厉害！海妖传说。打开看看这是什么？望潮海有兽，名曰海妖，其身巨硕，唯有银纹，影现无常，无人窥其全貌。
姓氏血，尤其爱吃人。4则爱吃棕色膏状物。他姓氏血，他叫啥呀？不是，就是他是嗜血为性，还是腹泻？哎，你们这个海妖是以前真的见过吗？没有，没见过哎。我见过的，你也见过真正的海妖？但是我敢保证它是不伤人的。哦。来，这有一您说，这个，望潮屿海妖供奉仪式的流程。每月8日22点，各家各户要于自家门前点灯，祈海妖宽恕，保平安无恙。点灯后呢，岛民代表可出门进行仪式前准备。每月的8日22点30分，真岛主与岛民代表开船前往海中的一个供台，是要在那里那个供台。这是你们应该都知道的。然后每月8日23点呢，那个真岛主与岛民代表将海珠鹿放置于海中的供台。每月8日23点30分，众人回避，恭迎海妖来食鹿。然后每月的9日0点庆典开始。这棕色的膏状物嘛，就是海珠鹿。对，海珠鹿。哇，它这有这么多海珠鹿啊！哇！哦，还真是。所以他根本没有把这个给海妖吃。不是，因为今天的庆典还没拿出来，有可能是今天庆典要祭祀海妖的。对，这个海珠鹿啊，在未来是一个畅销品。卖的特别好，养了整个家族企业，就靠这个。它其实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，它就是自己酿的。不，它非常珍贵啊！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东西啊。那你知道去哪儿得？我可以知道。好嘞，然后得，哎呦，人生几何呀？人生几何？再找找吧，我们。这些东西后边背后不会藏着什么凶器吗？哦，朋友们，这个柜子有个脚印。什么东西脚印？哇！哦，藏着人了，说明凶手在这藏过。外面只有真岛主的脚印，那他是怎么进了这个房间？我们要看一下那个鞋子吗？看跟那个脚印一不一样？一样的，那就是他的鞋了。从这儿是吗？这儿，但是你看这儿也没有脚印啊，这也没有脚印。哎，他有岛主的日程本呢。哦，有日程本。他每天的行程都没有变化。早上、晚上，你看都没有变化。没有变化。时间点也没有变化。娱乐、祠堂、点香、冥想，没有变化。一样的，对，没有变化。哎，21点30分，他回到卧室休息，这一天的行程都是没问题的。那他的死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后面呗？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。真岛主9点在书房，来，我们去书房。你们知道书房哈？书房在哪？书房在那儿。来吧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呢？哦，这个画册呀。哦，翻哦。从此海有边界，朝有掌舵，而真家船队所向披靡，再无阻挡。999年，去年的事儿。去年6月份。我搜到了一个举荐信呢。
是吗？你看，这是老岛主写的。哦，老岛主举荐，真岛主。不可能，老岛主举荐的是我。真的吗？哎，我这儿搜到一个我自己的欠条。哦，他欠了真岛主白银50两，把他心挖了就不用还了啊！刘船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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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结案吧。行了，我也差不多睡一觉该回去了。我这么大一个船长，50两，那你倒是还呀！我这不今天就来还的吗？哇，这什么？甄家的兄弟见此人就斩杀。啥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不是小满吗？哇！为什么要斩杀他啊？小美，农历1000年4月6，2天前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？这个人，你们肯定其中有一个人认识。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我们都认识。啊？这应该是某人的杀机，这是为了保护小满。难怪这个东西在这儿。那现在来到的是书房，这里有个红色的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能吹。这个是我送给小满的。你送给小满的呀？啊，这是心脏的形状，这是心脏的形状啊！不是，它是海螺，它是一个红色的海螺。但是它象征着心脏的形状，就是这样，挖的就是这个东西。破了，行了，应该不会这么直指吧？拍段短视频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啊！网友看一看，大家看一看，就是他。他犯了错误啊！大家说我不对，证据都说是我，把自个儿想法打在这个弹幕上，就是他，我百口莫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是目击证人，就这样，这太没有道理了。你看看短视频多管用啊！短视频，去别的地方看看。现在我们要去祠堂，真岛主20点在祠堂，祠堂在对面。来，祠堂。望潮雨之宝，望潮雨之宝是什么呀？我来看看。海鲜登岛图。海鲜？海鲜不是海妖吗？海鲜。哎，你看，全是负。这是负的意思吗？这些线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他是一个人吗？这个海妖跟这海鲜是一个人吗？望潮海有兽，名曰海妖，其身巨硕，唯有银纹。他就是他，它应该是一条，就是他。我为什么说它是海鲜呢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的太祖母就把这个海鲜给救了。海鲜就很感谢我这个太祖母，然后就给了我们家族一些占卜的方法，就保佑你们家世世代代的都可以占卜天气，然后保佑这个岛上的村民们出海顺利平安。给了你神力，让你庇佑这个岛的岛民。对。所以我们认为的海妖，它其实是海鲜。是的，而且它绝对不伤人。但是我遇到过海妖，就是他吗？对，他就把我的船打翻了。就是他本人吗？就是他本仙，就是他本鱼。
他是不是就是说，一方面在杀害别人，一方面又救济你们？这一定有误会，这我跟你保证，他不会伤害你们。那他那些横线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知道他一定是好人。确实，海妖这个说法是真岛主灌输给我们。你们没有批判性思维，所以并不知道要反着想，对吧？就直接就认了。谁是岛主就听谁的。对。然后从来不问为什么。他的身份很高，我们整个岛的岛民都得听他的。他用什么来让你们就是说听话呢 ？PUA， 就是纯聊啊，纯洗脑。但在我的脑海当中，在我的印象里面，他不配。有仇啊。行，好，再找找看呀。哎，这儿还有门房。小司的手记，他说：“初闻真岛主言及海妖之事，我未敢信。然每值供奉仪式之日，真岛主亲驾船只至海珠路于贡台，往往不过1小时，海珠路消失。而海上巡哨之人皆称无人和船靠近，观此可知，真岛主所言非虚，实乃英明。”他是通过那个海珠路不见了，然后又没人靠近那个贡台，他就相信了是海妖吃掉了。对，再看看这个值日记录，每日早上9点至21点，须持岛主定制的唯一一把沙耙。刚才那把沙耙是唯一一把。特制沙耙。将院内沙地耙制成水波纹，每小时检查一遍。如发现有人员经过破坏纹样，需重新耙制，保证纹路清晰，始终如一。这个事儿是他用来防止有人来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重点是9点之前，凶手是不是已经潜入他的房间了？第二页还有。盲历1000年4月8日值日记录：今日9点至21点，每小时检查一次沙地波纹。除真岛主于府中留下的脚印外，还有别人的脚印啊。9点半，真岛主自己回去之后也没有别的新的。那就是整个过程那个沙子并没有任何脚印儿。对。因为9点之后就不会再重新爬这个水波纹了，就像我们看到了这个真岛主的脚印。那么凶手他是怎么进来这个房间，又不留下任何脚印的，然后要怎么出来的？朋友们，你们说，如果说我这样走路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脚印了？哇，你好聪明！对，你好聪明。好棒，好棒！但是他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呀。这个盲历1000年4月8号，今天我9点至22点一直在门房值守，得嘞，他就一直在门口呗。确定无外来人员进出之后，我回房休息。也就是9点到10点，这里是没有外人进出的。没有外人进入的话，他怎么进到真家里的？再看看吧，飞房顶儿，飞房顶儿，肉飞房顶儿。哇，那个叫做薇娅，在我们未来。这里告示板，这是我负责打扫的。他负责打扫的，您看看干净吗？我负责打扫的。就是您看看这质量，这过关吗？哪里？打扫哪里了？您看看，打扫哪里了？我是没看出你打扫了哪里。您摸一摸，一尘不染。哦，
宵禁通知：每日9点后，各家各户皆需归宅闭户，不得外出。啊，而且自己的屋里10点钟点灯之后，也要签个字儿，就是告诉大家你点了灯。所以在宵禁之后，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家。所以宵禁是他最好的，因为别人看不见他。对，他应该是9点到9点半之间潜入进房间躲着。对，这个凶手是怎么偷偷溜出来的？这也是我们要去找的。对，有人就不听话呗，对，就出来了。他应该是9点宵禁回房之后呢，就出来躲在真岛主的房间。哎，干完之后呢，9点半真岛主进去之后就被他给干掉了。干掉完之后，他10点之前必须要再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灯点上。对，对，这么精妙，只有真正干过的人才知道啊！你自己已经把这个锅说，其实我是侦探，谢谢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好了，那我们看看宵禁有没有这个点灯证明。这有个下水井盖。对，哎呦，真的是一口井。是啊，哎，这个标志，这有个标志，这个哦，要搭配供奉的那个海鲜灯岛图一起看。这里面可以从下面走过去，就那个是路线。哦，对耶，你看，在不同的点上是有这个地道的，他就直接可以跳到那个书房。对，我说的这个就是路线图嘛。我们先看刘的房间吧，来，刘的房间，对，来喽，刘船长，来喽。哎，等一下，再这个22点，刘船长点灯。我22点在房间了，这个就有点可以说明他回到房间点灯了。对，但之前出没出去就不知道了。哎呦，你看他全家都遇难了。大郎、2郎、3郎、4郎、5郎、6郎、7郎。哎，你是大郎啊？我是大郎。哎呦，大郎，但是刘大哥讲话。刘大郎。我们一家其实是兄弟7口啊，但是在那有一年我们出海遇见了海怪，它上面7兄弟就剩我一个了。唉，哎呦，这个。一毛不拔。哇，这谁呀？这其实是河，这是河。他恨你，他把你画成这样了。因为是那样，他说他要进京赶考，然后他答应我说啊，你送我进京赶考，给你钱。就是送你进京赶考那次啊，就那一次啊，遇见了海怪。那是海怪吗？不是，就是海难吗？没有海怪，然后醒来之后呢，发现船翻了呀，船翻了，就剩咱们2个活着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他就扒了他的衣服，然后扒我的衣服啊！为什么要互相扒拉啊？因为他要补船帆，又加深了，他要补船帆，我又。然后咱们2个就像那个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一样，对呀，然后喝鸟血，吃鱼肉啊，一路漂流才回来。对，但是我从我的角度里面，当时是风浪把我们的船给打翻了，是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船翻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晕了。我晕的过程当中，听到了高频的兽鸣声。是什么？是什么声音？你能？就是那种高频。对，其实我也听见，其实我也是昏了。但是我们后来又回到岛上之后呢，岛民见到我们就很惊慌，对，说你们不是被海怪吃了吗？你们是人是鬼？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被吃了呀？是后来发现是真岛主在岛上说岛周边有海怪出现，而且还要吃人。对。
但是回来之后呢，他说你也耽误了我的考试，钱我就不给你了。啥？这你这1毛不拔？哎，你们站哪边啊？我们在中间呀，然后我先听听啊。这有个箱子，把这箱子打开。哇，哇，这就是海妖。来，哦呦，哎呦，小心小心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个呢是你看上面写的有，就是1000年的3月26日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每次出海的时候，其实我船上都装着很多的工具啊。遇见海怪，我就撒了它，骨灰都给它扬了。然后那天我们就真的又遇见它了啊。然后一番搏斗之中，擦，就插在这个它鼻孔上了，海怪的那个头上了。哦。然后这个海怪就一路跑，我们就一路追啊，一路。然后就追着追着呢，就是它就突然就消失了。所以你这是你画下来的？对，是我画下来的。我纪念这个英勇的时刻，就像老人与海一样。那我能问一下，你为什么画这个金画的这么好，画我画的这么潦草？因为他恨你啊，1毛不拔。但是这个叫做后现代的画，也许这更值钱，是吗？再找找吧，我们。友友们，友友们，友友们怎么了？哎呦，雄心勃勃哎！哇，刘师传的。是这样，我们早年呢，其实岛上有很多个船队，其实真岛主原来也只是一个船队的船员，但是遇见了海怪过后，就剩我一个了啊。再回来的时候发现，就是真岛主已经把所有的岛上所有的船队全部收编了，他得灭你啊！他说他能控制，也不是能控制海怪，他说他能知道海怪的那个什么行踪啊，什么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听他的啊，然后说只有听他的才能在这儿正常的航行平安。但是你不信，你有自我思考。我信了呀，你信了，不可能。我信了，你是唯一一个不信的。我现在是跟着他混的。所以这个是唯一剩下的一个纪念的东西了，也算是纪念，而且把它收起来，就说明过去的辉煌已经不在了。对，看看那个下面还有什么吗？哎，那有个箱子，拿出来。哇，对，这有个箱子。朋友们，来，好样的，来看看里头是什么。打开之后，哇，是一个小人儿，上面写着王八。望潮语，王八，来，安全航线。这个就是我每一次出海的时候呢，就是真岛主就给我一个这个航线图，按照这个航线图航行，就不会遇见海怪。不是，这个岛主他怎么能知道这海怪在哪里啊？好奇怪啊！这个王八呢，是我非常憎恨这个真岛主。大家仔细看那个红色怎么念？28。我每次出海赚的钱要跟岛主28分成，2分2，岛主分8。哦。你是怎么欠了他的钱呢？是因为几天前出海的时候呢，我不是又遇见那海怪吗？我船就要修，导致其实我这次赚的钱不够给他了。我就说那我给你打个欠条啊，所以说欠了他50两。哎呦啊！哎，我是欠你多少呀？50两。哎，那你倒是还呀。那你跟他探讨过吗？你说你分成太高了。我没办法探讨啊！我要是万一探讨，他就直接说那我航线图不给了，你别开船了，你就活不下去了啊！哦，你们也是没有办法。岛主反正还就是很独裁啦。
最奇怪的是你们还信啊？因为还有一个更恐怖的故事，哎，哦，是另外一个故事啊，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就是跟我看到真岛主真的有一个来事情能证明，真的他控制着我们的一切。玄岛岛民。哇塞，弹幕飞起来啊！大家猜一猜是什么？什么？你在直播吗？啊，我在直播，对，多机会直播，弹幕飞起来。如果打出想看结局，请弹幕飞起来。弹幕飞起来，想看结局。来个扫腿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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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，扫来个星辰大海，星辰大海，星辰大海。他扫腿舞主要是为了扫足迹啊。好，走，何先生，请吧。何书生，哦，他这是书生，有文化。书生的房间果然气质都不一样。请吧。哇，他这里有族谱哎，初代岛主是他们家的，后面都是教书先生。我们家是这个岛的初代岛主，就是我的祖先带领着当时的乡亲们建立了这个岛。但是呢，后来从初代岛主之后，后面我们家的人就全都是教书先生，就没有再贪恋这个权位，就在教书。而我呢，是含着这个玉出生的啊，当时也被我们本地最大的小报报道了。哇！小报，他日必成大器。望朝雨中有一灵童，名为何书生。哇塞，来拍下短视频啊！此子含玉而生，哇，含着玉而生的，宛若神人。天资聪慧，非常人可及。他日必成大器。对。隐有宰相之姿。对，哎，我是一个资质非常好的灵童。我1岁的时候就能读5岁的书，5岁的时候能读15岁的书，15岁的时候，15岁的时候能读50岁的书。哦，对，厉害，一出来就是天地一道光。何书生好像天生倒霉啊！不可能，人家是天地一道光。你看他的这个记录，99年9月20号，病患面环肌瘦，情况行政乏力，有头晕目眩。此乃是久困海上，饮食不济。啊，这是我们那个海难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他聪明，但是他背是吧？就是说命运。从这个1月1号开始，出门被门槛绊倒，脸部与大地亲密接触。2月5号，经过饭店的时候被泼了脏水，受凉，感染风寒，每日服药。您那日子。然后呢，到3月2号出去的时候跌入了田坎，双腿大面积挫伤，需每日抹创伤膏。好，3月底坐马车的时候被马踹中了腹部，导致内伤，需每日服药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苦啊？哦，你这被人盯上了吧？对呀，你知道的呀，我去找过你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我不能，这是我的那个客户的隐私。会不会在这里？看看。哎，他都没有提示，这个应该是怎么？哎，吾爱外星人为 C 水，爱此甘甜蔓果香，日补维 C100%，低糖轻腹乐未央，神清气满壮太阳，坛中树果其所黄。我来看看，来吧，我告哎，你咋开的呀？你咋开的呀？它不是有几个樱桃吗？
65224。哇，厉害厉害！这有一个随笔，《何书生漂流记》。哎，乌与刘你看，船长这是从我的角度看到的这个故事。船覆于风暴之中，流石粗鄙，生食海鱼，捕海鸟饮其血。远航之舟，存粮有限，鲜蔬犹缺，被外星人为 C 水，心安之，历尽艰辛，3月终得生还，真乃奇绝之历险，难忘也。完全靠维 C 水活下来的，对，完全是这样的。日补维 C100%，我今天没补。不重要的老岛主给你的信，就此番进京赶考，相信凭你的才学必能高中。待你功成归来，我必将岛主之重任托付于你。你看，哦，他就是要做岛主。我根本不是自己说的，就是他答应了我，只要我考中了，我回来就是岛主了。于是呢，我就坐了刘船长的船，就去赶考了。结果没想到遇到了海难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俩呢就在那个岛上熬了3个月，终于回来了。结果回来之后天塌了啊，真变成了岛主。在我脑海当中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船员，非常的没有资质。突然他就变成了岛主，出现了一个变故。然后呢，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，我就开始倒霉，一直倒霉。对，可是你倒霉这事儿又不像人为的，是不是？你是人为的，是人为的，而且是在人为吗？那我们顺着来呗。哎，侦探，您看我老老实实点了灯，而且你看我的字还是挺漂亮的。那必须的，您是读因为我是书人，韩愈灵童。行，韩愈。如果你觉得韩愈灵童很难，有点拗口的话，你可以叫我何宝玉。何宝玉，咸鱼而生。哦，咸鱼而生，好，咸鱼翻身，咸鱼翻身是咸鱼翻身还是咸鱼而生？需求不满啊，来，走走走。哎呦，我的房间了。哦呦，甜品屋哎，它还有奶油小蛋糕，好想吃哦！这个奶油小蛋糕。啊，点灯仪式来了啊！那你写这么好啊？对呀，我也是22点点的灯。对，对呀，你看我家多整齐。是真的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就出生的时候，大家不是小时候都要抓阄吗？对呀，你抓的是个扫把。我抓的时候是一块我们家人没有收好的抹布。然后就注定了我成为了一个非常爱干净的有洁癖的一个人。你看他的手套要戴4层，贴身手套、内手套、中手套、外手套。哦。然后呢？后来呢，我就是学习了怎么做这个白玉糕啊，而且岛上做的糕点都没有我的白玉糕一尘不染，非常非常的干净。正因为非常非常干净，一尘不染，所以岛上面都很喜欢吃我的白玉糕，因此就有了我的外卖那张图。所以岛上面都是我的业务。对，这不是那图吗？啊，这个其实是我们岛上的路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路线，对。这怎么还有好漂亮的特供啊？哇，这个也太想吃了吧！哎，新巫女，哎，这特供的，看着也太想吃了。哎，要不要吃这个啊？这能吃吗？特供的。问我们这个厨师啊，不，你们不能吃，这是特供，这是我给新巫女做的啊！你们俩还有感情线？哇，怎么有感情线吗？快，我要听，感情线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怕什么来什么，真的吗？感情。
现在就要到这儿吗？先搜搜别的。哇，来了！这个特供的这个粉红色的糕点，是我有一天去送货，途经了新巫女的家。新巫女。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新巫女的家。来了，我就看到她的院子门口有非常多的奇异的那种水果，就是那种浆果。我就准备去闻一下，去试一下，结果一个趔趄，砰，我就倒在了花园里面。然后我就要倒下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双温暖的手，就这样抱住了我。哇！我睁开了眼睛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人跟我长得怎么一模一样呀？我以为我照了镜子但是她比我更漂亮，那是发量更丰满，是。然后我想，莫非这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个人呢？我就对新巫女一见钟情这个人倒在我怀里的时候，哇！我一看怀里的这个人，天呀，他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的心当时就蹦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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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蹦左手右手一个馒头。你们两个就那个时候就情愫就连起来了吧？哎，这是很高忙。实在真的很难支撑啊。接着说，我就用他院子里的浆果给他做了这个糕点，因此就有这个特供的糕点。好漂亮，而且每天我如果送货经过他的家的时候，我就会放一碟这个糕点放在他的，然后你都会故意再倒下。是的。后来村民们都说，哇，为什么新巫女的家里面有粉红泡泡呢？就是我送的这个特供的糕点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呀！是呀。哎，你们看看我做的白玉糕啊，一尘不染。你看，不是，但刚才那段太脏了。对啊。哎，下面有个箱子。船长，下面最下面有个箱子。对，我看见了，这边。对，哪？哦，就最底底。哎呦，我太白了啊！这好可爱啊！这个很简单。你看，我有自己专属的围裙你还卖周边？然后呢？对，这就是我，因为我喜欢它，所以我也为它做了一条围裙。因为我相信围裙能挡住一切脏东西。我希望你带着，我给你俩拍一张。观众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们要看这些。好来，好棒啊！现在好像一个傣族婚礼啊。好，这个好。孔明灯，这个对，好嘞，可以。是什么孔明灯啊？其实呢，他们让我去大都市盲津里面去做厨师，因为他每个月都要做一次祭祀，非常的辛苦。我就想把他带到盲津去，然后那一天准备把围裙送给他，把孔明灯放飞以后，我们就愿望成真了。我就带他离开我们这个望潮屿，但是他拒绝了我。我家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儿，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啊。没有去啊，我留下来了，你留下来，我没有去。哇，肚子大，肚子大，下来，粉红泡要来了，好吵，真的，破案吧，快点。哎，一点扣不进去吗？给不进去。我讲得很努力哎。我知道。我接受能力很强，我接受能力可了。完了。掉下了一个东西，什么呀？它撞见了你的奸情我的奸情多精彩！金屋藏人，因为你拒绝跟他走，所以他就去跟踪你，发现你在屋里跟别人，然后金屋藏人或许应如他所愿，他就跟自己天人交战。这个就是我认识那个你们说的那个好朋友的那一天就是小满，对，因为他不是拒绝了我吗？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新女巫的。新巫女，她叫新巫女。我还是很关注新巫女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我就跟着她回了珊瑚屋，是我平时练功的地方，修炼的地方。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束灯光就照出了他们的影子，我发现除了新巫女之外，还有一个男生在。
但是呢，我又不敢贸然的闯进去，所以我等到新巫女离开了以后，我就赶紧夺门而入，我想看看这个男人究竟是谁。你看是岳父，不是，这男人竟然甩了一把臭泥巴糊住我的嘴，那对你来说可太难了，你太脏了，我就被他糊住了嘴，问也问不出，什么都问不出。但这个男人呢，就告诉我了一句话：你喜欢一个人，并不要控制他。也不一定要得到他，他说的有道理，一定要如他所愿哦。我醍醐灌顶，我就想，其实有另外一种方式爱他，所以我就想要不要爱他不一定要控制他，不一定要得到他。对。凭什么那男的就说他能得到他呀？那个男的不是他不要得到新巫女，他是新巫女的老师。老师。他是我们的老师，欧也知道。是的，就是一个叫小满的一个。哦，你认识小满？对，就是小满的一个人。这样我们一来一往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所以他也成了我的心灵导师。就有跟他学到东西，有跟他学到东西。他这个人真的很厉害，很有学识。对，所以这个本子就记录下了。我以为是新巫女在金屋藏人，但是其实呢，或许该如她所愿。对。哎，这个屋里的线索很少，故事很多啊。然后这个屋里全是故事吗？你俩住好近啊！是啊。谁？哦，这到新巫女了啊。点灯，点灯记录，来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哎，新巫女，你的字也不错哎。对呀，我们不都是接受了塞恩斯吗？那都比我写的好哎。看他这里，哇，我要吃曼妥思，我爱吃这个曼妥思，这个就是那个掰开就可以吃了，谁要吃？这个可好吃了。哦，他们家这个是传女，是不传男的啊。他们这个灵力，我第一次来新巫女的家，真的吗？但你这个白玉糕都在这儿摆着呢。对啊，我送的。哎，4月7日现做的，就是昨天的。你跟我表白之后，我知道他一定要离开这里，但是我是肯定不会离开这里的，所以这个白玉糕我根本就也没有打开，因为我觉得没有结果的事情就不去触碰它了，但是我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了。这里有很多卦象的记录，你能跟我们说说这里面有什么点吗？卦象记录册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的，有一阵子呢，我们这个村子里呢经常失踪人，然后很多家里的人出海之后就回不来了。对啊，比如说我家6个兄弟，就盛传着说海妖把大家都吃了，所以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很痛苦，他们都来找我算卦，然后基本上都问的是他的家人还能回来吗？但是我算出来的都是卦象的第2卦。第2卦是不见天日，就是不会有一个希望啊。唯一不同的这里边找我算卦的是和他的卦象呢显示的是数字8。数字8是什么意思呢？8，这个是8。它的上面呢有一棵大树，但是大树下面呢有一棵小树，然后大树的树枝是枯的，然后只有小树在下面成长。就是没有人保护你，是这个枯枝在吸这个小树的小树苗的营养。所以你就那么倒霉。对，我在倒霉之后，我找到他，我说怎么了？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是不是我那个有什么啊？然后才发现你被吸食了。他是在阻止你的成长，对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吹。浩然，火折子，你吹它就有火。啊，吹就有火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火？哎，还真是。哦，来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一般大家来找我来占卜一些东西，我就有这个1炷香的时间，就给大家算。那我们有未来吗？哎，请来，那么大家就来参与一下吧。
我这里呢有8张牌，可以随机的向我提问，然后用你虔诚的内心和双手选取一张属于你的牌。OK， 好，我要告诉你那个题目是什么吗？对，你要先问 OK， 然后你要说世界上最漂亮的巫女。新巫女。OK， 对，可以。那我们就替观众问一句嘛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巫女，如果我们是硬磕的话，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？你看，要跳井，不见天日。就是这个人要直接跳到井里。如果要硬磕的话，就要直接跳是下油锅，下油锅，下油锅才煎熬，对，熬药。硬磕用什么方式？就是熬下去。这个新巫女无力反驳，因为这张牌就是跳井，真是跳井啊！我直接跳井啊！就是看不到入坑了，是不是入了你们俩的坑了？入了你们俩的坑了。这是个未来词儿，不要让这段怎么能接得这么好，那么丝滑呢？这个，哎呀，没有办法。哦，看新家秘书，这有一个新加秘书，你是未来人啊？我不是未来人，他懂英文，他上面写了个 science， 哎，对，科学呀？为什么？因为小满每天教我们塞恩斯，我们天天跟他学塞恩斯。小满在这里办了一个安德古让的那个学安德古让，安德古让就是还不能明面上的。安德古让，你对英文也有一定研究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这叫英文。这个就是这是小满符号。对，那他写的是什么呀？但其实这个就是之前的海鲜传给我太祖母。哦，因为我们读识字，所以我们都会用画来代表。本身这个也是这样的，象形文字，本身就是象形文字嘛。然后在我们那个叫 emoji， 然后它本身也能干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我们后来叫 emoji 了。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其实它就是朝霞不出门，对啊，出门串锁，出门你就要穿蓑衣，就是蜻蜓飞晴天嘛，蜻蜓飞得低，出门穿蓑衣。对，朝霞不出门，晚霞10千里，行千里，星星的行千里。你们以前就这么谐吗？谐音谐到这个程度，然后这个寓意什么呢？就是蜻蜓，其实就是一个天气谚语。天气谚语啊！所以说你是靠这个来做天气预告的。对啊。我们家谱从来都是按这个来判断，但是有一天小满来了之后，他就说明天一定是晴天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觉得只有我们家的人还是女生才能懂这个东西，别人是学不会的。然后小满就说这个东西是有这个塞恩斯的呀，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塞恩斯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啊。然后从那天开始，我们就偷偷的在上课，小满也是老师，然后何也是老师，然后我跟欧都在这里上课。批吃。对，因为在我们这，事实上女生是不让上学的，也不让学知识的。对，我们不让学知识。所以为什么安德古浪学堂是安德古浪的？是因为他让女生来学习了。对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我补充一点，我把那个红色的海螺我送给他了。小满他告诉我，他要去找海鲜，因为他可以让海鲜带他回家。然后我自己不是有我家族传的一些方式嘛，我就自己回来查阅呀，我就发现，哎，用这个海螺是可以把这个海鲜给召唤出来的。然后小满告诉我，这个海鲜其实它叫鲸鱼，它非常的温顺，而且它是亲人的，所以让我不要害怕它。所以呢，我就走到了海边，我就试啊，我就把这个海鲜给召唤出来了。等于那个鲸鱼能听到这个频率的声音，螺声，对，那个低频、高频，对。接触过之后，我才知道海鲜绝对不是吃人的妖怪。他从哪儿走的呀？怎么就走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把那个红色的海螺送给他，就不见了。
哎，来了，有什么证据？他跟真岛主有勾结，听见了没有？勾结啊！真岛主给他回了个信说：“你告知我的事情，我已知晓，我自会查清。”你告诉他啥事儿了？就是有一次我们去祈福，祈福呢，海鲜就出来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就来了一些村民，然后就开始打他，就说他要吃人，快打，就打死他，打死他。然后就把这个海鲜给吓跑了，他就一下就不见了。但是我心里知道他不会吃人嘛，所以我就写了封信，我就给岛主，我说岛主，请你相信我，他一定不是吃人的妖怪，就是你一定要跟大家讲，让大家相信他。他就说行，我知道了。对，他就给我回了这个信，但他并没有跟大家讲啊，他在一直跟我们讲他是坏的。吃人的，对，但我其实早就跟他报告了这件事情。咱们这个海妖或者海鲜，人家本身出现的那个瞬间，并没有攻击谁，只是我们认为他会攻击我们，然后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没有反击，是吧？就是这意思。所以这是想让我们觉得他是被妖伤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平息海妖之怒，海妖发怒了，他要吃人。走了，该去欧猪娘这样了。好。你的字是有点一般，这个只是代表我刚刚开始学而已，我刚刚开始学写字。但你美呀，你好漂亮。这个不是我，她是我的妈妈。明珠生蚌3000颗，不及猪娘养乌龟。杨导恩，对不起，杨导恩，他说养乌龟，我说养鸟恩，养鸟恩。这2个最佳主持人，麻烦请出去。养乌龟，我干了。养鸟人，我也干了。咚。这幅画呢，是我的妈妈去世以后，我们的岛主特地请人画了一幅这么漂亮的画送给我妈妈。但是其实真正的采珠女根本不是这样，真正的猪娘是非常辛苦的。双面对不对？哇，这什么？这是那个海女，这是我妈妈。妈妈哦，妈妈静脉曲张啊。我们真实的采珠人就是这样子。你们今天看到我可能很就是白胖胖，但是其实都是我遮了。其实我的手脚也是会这样的。我们采珠女的生活是基本上到30多岁人就死了啊。这么多年，家里的祖祖辈辈告诉我们，我们上天是享福，所以我们觉得死去是很光荣的一件事。然后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些养猪人，一次一次的潜下水底，用自己的生命去养活这座岛。所以我们采出来的珍珠是全部都要交给岛主，然后岛主去换钱，换了钱以后，我们就是领一点点。只够日常生活的钱，等于是他们是整个岛上的经济支撑。对。那只有娘吗？没有爹什么去采珠爹没有吗？男士可以断文识字，可以去学习，可以上学，可以做生意从商，女生都不可以。女生就是劳动，对，只可以去做这个采珠人。那个牌子上有一只鸟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救命绳，因为我们采珠人是这样子的，这根绳子绑着我们下去，牌子就代表我们。然后如果我们在下面潜到时间了，我们就会拉这根绳子上去。它那个牌子一晃，然后上面人就会把他们拉上去。对，深海浮潜。对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怎么会有啊？我们不是都上交了吗？对啊，这是小满给我的，就是感觉很现代。那缸上为什么有那个一个质检标啊？欧建材冰箱。
你怎么知道冰箱的呀？这个词儿的概念的呀？哇，好厉害！这是小满教我的呀。哦，他也是穿越来的。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跟小满的故事吧。小满好。有一次我在海上去采珠的时候，看到了海上有一个人在漂浮，然后我就去救他，我就给他救到岸边，我就碰到了新舞女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这里救了一个人，我说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救救他？然后他就说这附近有一个珊瑚屋，就带我们去了珊瑚屋，我们就把这个小满给救了。对，然后他醒了之后，他就说他不是这里的人，对，他就开始在那里养伤，顺便教我们。他就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，他讲的好多东西我们完全都不懂，包括这个做了这个冰箱。对对对。但是后来他发现我身上有这些伤，就是这种经脉曲张。对对对，反正我们不知道这叫病了，我们只是觉得说可能我们常年这么下水，它就很刺痛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觉得很正常。有一天他给了我一瓶这个东西，这个叫海珠露。这个东西我们这里没有的，我们也不认识字。这个东西就是他给我的，他说你可以吃这个，然后这个可以治疗你们身上的这个东西。我说哦，这么神奇，然后我就自己试吃了，吃了以后真的发现我不痛了，然后这些东西慢慢消失了。我就觉得说哇，这么好的东西，那是不是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岛上的采珠人？大家不就有救了吗？大家都可以不用那么疼痛了吗？后来我就用仅剩的这一瓶作为一个药引。我就自己研究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做这个东西呢，它必须要存在低温的地方。我就自己研制了一个这个双层的这种瓮，这就炼海珠露的东西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然后我就用这个培养出了一个菌种，就做成了这个海珠露。然后我就给了大家吃，每个人就好起来了。哦，厉害！我就觉得我可以研发这个东西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去卖钱？那我们以后采珠你们就不用去采珠啦。英雄啊！我去跟真岛主说，我研制了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可以给大家使用。对啊，好事啊。然后他说什么东西啊？没用，不屑一顾。不屑一顾。我说你要不想想呢？我就给他放在那儿了啊，我就走了。后来他就又来找我说，哎，我看了一本书，说这个东西啊，说那个海妖很喜欢吃。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呢，就是岛上有很多的这种渔民和这种船只一直在消失，然后就说海妖作怪。但是呢，现在发现了海妖喜欢吃这个，那你从今以后呢，我们就做这个给海妖吃，你们就不能吃了啊！我说那姐妹们都不能吃了，那我们怎么好啊？对，但我没办法嘛，我只能听他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供奉了海妖之后，哎，人员也不丢了，船只也不丢了。因为我不会写字嘛，你看，哎，我在他的箱子里面发现了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成绩啊，没有，就是他给那个岛主那儿放的做的海珠露。对，2月是这个杏花月，我就画了个杏花，然后我就画30瓶，然后就给他，小司就说已接收，然后桃花月，然后就是30瓶已接收，然后在4月是麦子月，就是已接收这样子。漂亮，正好交到麦子月4月份。对对对。然后岛主就死了。真岛主谕令：4月初8供奉仪式过后，制露之事由我亲自接管。欧珠娘与众人不必再做。制露器具、保温缸仪式已结束，便上缴岛主府。从今往后，不许私自制露，违者惹怒海妖，祸及全岛，我定严惩不贷。你等此后只管安心采珠，照常度日。我知你不识字，特命人当面念给你听，务必谨记。真岛主，1000年3月15日，3月15，杀鸡，他的杀鸡。因为今天仪式结束之后，他的姐妹再也不能拥有这个海珠露的治疗。对，什么玩意儿？他还让我做多一点，可是我说这冰箱每次只能做30罐啊，他还让我做50罐，
我说做不了。他要那么多干啥呀？他自个儿留着的话，他也没有这些疾病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的故事就这样，其实是比较悲伤的故事，很辛苦，到您这儿都悲，也很伟大。关键是我们整个采珠产业支撑了整个岛的人。对，你们这男的都在干嘛？我在做糕啊，我在跑船啊。那你们的钱去哪儿了？都交给真岛主了。我钱28分啊，我天天跑船，最后还欠了50两。你问我干嘛去了？你干嘛去了？我给你们俩上课呀。你们对老师什么态度？我敢问你们，还真的敢接。老师，我错了。我是你们安德古浪学堂的老师啊。走，我们去前面讨论一下吧，好吧，侦探。小讨一下。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小总结的阶段。先说这个今天晚上的时间线，其实是一样的，9点开始宵禁就待在家里，不能出门嘛。对，10点钟的时候是点灯的时间。对。然后10点05分的时候，甄府的马车到我家接的我。甄府的马车在10点05分也接了我。那个马车是说接完你接他，还是说不，同时都是10点05分出发。对。10点10分左右呢，我最后一个到达仪式地，看到其他4个人都已经到了。第一个是你，对不对，欣？对，我先来。我是第2个到达的现场的，我在中间，接下来是欧，对，最后是刘到了。刘到的时候已经是10点10分了，我们都是10点10分左右，其实就是前后脚。到完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大家一起在布置。到10点半，其实真就会一起带我们去嘛。结果10点20就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一个你，还要退，还要退，一个奇怪的人。还行吧。经过这么一阵的交流，咱们已经变成朋友了，对不对？还行。对。10点25，按惯例来说，真应该都会到现场，但真一直没来。紧接着就开始发生的事情。哎，那他死的时间是9点半到22点中间这半小时他死的，所以9点半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吗？9点半啥都没有。9点半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儿。有谁不一样吗？没有，都一样的。都一样。问时间线问不出什么。是的。但是我觉得，9点半之前，凶手是不是已经潜入他的房间了？肯定已经潜入了。现在最离奇的是，这个凶手他是怎么在9点宵禁之后不留痕迹的进入到他的家？9点半等真进去之后，他杀掉他，他还要不留痕迹的从他的房间出来，离开，同时10点钟回到自己家房门口来点灯。对。是。对，确实。还有就是说，房间的那边又有一口井，那个窗户上边不有那个划痕？你看，这个就是有问题。它是一个装置，我觉得。你看它像那个绳子挠过的是吗？我觉得绳子有可能，就是说勒痕。不是，我觉得不是勒痕，我觉得这儿可能绑过什么绳，它能让它对开门。滑到这边吗？跟这个窗户？这儿呢？果然是，所以他没有脚印吧？对啊，他这么着滑过去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对。所以那个人就是从另外一个地儿，然后就是那几个地图的事儿吧。然后因为9点不宵禁了嘛，他就可以出去，从走地道到这个地儿，再翻过那个地儿书房吧，然后到这个地儿。现在我们就回顾一下每个人的杀机。刘，您的杀机就是说，我欠他50两白银，欠钱应该就是还好，还要赚的钱要跟岛主28分成。
首先，我觉得他莫名其妙的成为了新的岛主，对这件事情是我很不满的。当然，我因为没有考取功名，所以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资格当岛主，但是他更不配。我们咸鱼而生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对。明白，确实这个我明白了。好，然后李先生，我没有任何杀机。也因为真岛主对我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伤害，可是你受不了脏啊，他心脏啊，你就给他掏出来，你说太脏了，我要把它扔掉。当然，这可能就是唯一的杀机，就是嫌他脏。对，谢谢您。对他做的事儿不是人干的事儿，你的本儿也太脏了，而且他有非常直接的作案工具。那个，你看那个围裙是不是穿在他身上就一点都不会脏？血全溅到那个围裙上，而且那个整个过程，那个沙子并没有任何脚印儿。爱打扫的人是谁？这就是一个爱打扫的一个规矩嘛。对，确实这个太厉害了。目前看起来就是小满，对你来说，你知道要杀小满这事儿？我不知道真岛主要杀小满。他如果去了他的房间，他就会看到。对呀。但事实上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小满去哪儿了，我也不知道真岛主要杀小满。是因为海珠路是他造的，现在那个岛主要抢的，对，真要把他夺走。而且他那姐妹们吃的那个还好，然后救很多姐妹。对，我的杀机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确认，因为只有心脏是致命伤口，没有任何杂晕啊什么这种情况下，那真岛主到底是活着被挖了心，还是死了被挖了心？如果活着被挖了心的话，一定会有，起码会有挣扎跟反抗的痕迹的。对。所以说他在柜子里边出来偷袭真岛主，真岛主面对他，直接心脏戳心脏，然后死了，然后挖心脏吗？我明白，就是他是不是先干完了再挖心？对吧？或者是说一闻就晕，一喷即晕，就类似于这样的。他前面还是应该会有晕倒他或者是杀掉他的一个过程。对，而且这个恨意应该是挺大的。对，而且心脏去了哪儿？为什么？现在时间王历1000年4月8日23点整。海参儿退潮了，马上要祭祀了。每月8日23点呢，那个真岛主与岛民代表将海珠路放置于海中的供台。马上祭祀了，你们是什么样啊？真的，这是个岛。这个是那个祭祀的台，祭祀台出现了。我们去看看吧。走。哇，我们要游过去吗？假装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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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心吗？有心吗？是心啊 ！Oh no！ 啊！天哪！真的有吗？不看！他用这个防水纸包着呢。对，他纸还包着爱干净。就说这东西啊，它就是还知道，有点像我包白玉糕的。我就说嘛，说你这个走哪儿都讲究。因为他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他必须要有纸拿着它，包着它，它不会漏。对，要不会漏血。看啊，芒历1000年，为进行海妖供奉仪式，众人于海中设供台，供台常年溺于海中，仅于每日23点至0点朝退后出现。
潮汐往复，月月祭祀不绝。那么请问他如何把它放进去的？他溺于海中，哎，就是在11点之前，他看不到这个供台。这个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啊。对，他也只能在10点之前把它放进去。提前放进去了吗？哎哎，快看，有地道！哇哦！还得是你呀！哎，一定是有地道的，不然他不能上来，他不能到这里来。哦天哪！哎，这个标志就是那个连通在那儿的书房啊。对啊，就是同样的通道啊。哦，他当时弄完之后，已经就直接过来挖完心，就先放完了，然后再回去的。他溺于海底的话，就有海底隧道。海底隧道，哇，高级！你们比我现代，所以跟那个隧道连着的，对是吗？对，他就是从他那屋弄到书房里，完从书房过来。是的。哦，这人这么厉害，就只证明9点半挖完心走隧道，放完心在隧道回去，然后就马上赶回去点灯。哇，这个人好累哦。那么他回去之后，他在上面行走，大家是没有不可以，因为是宵禁的，所以他还得尽量通过他房间更近的这个路，要走地道。他不可以在外面走的，不可以。原来那个地图在哪儿？在那个祠堂。谁家如果有那个地道的话，就这没有，不是要搭配你送货的图。我懂了，搭配这个图一起看。对，和我家的图一起放在一起。你看这新巫女的房间有，可以换吗？新巫女的房间有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写，这是新。东市也有。我家有没有？有，我家也有。每家都有，每家都有，都有。这是真吧？对吧？对。哦，那这个就是他的书房啊。有可能是他的书房。对呀，就是书房旁边那个呀。但是如果每家都有，就是意味着这个线索也不重要了呀。啊，就是说你们可以钻研忍者神龟啊，就是来回来去的，就是你们是一个真正的 underground 地下组织。哦，原来这个学堂，对，是有更深层寓意的，是不是？懂了。那有谁能还原他是怎么从这个窗到那个窗的吗？就是绳子有可能跳得过去吗？不是，他是走钢丝爬过去都行。谁的工作会用这些绳索啊？我看你那个屋里好多盒，然后也挺擅长这手工艺的。我不会啊，你不会，我不会。船夫呢？船夫会不会用绳索？船夫肯定会啊。而且这是不是学习比较强的人才能干这事儿啊？和文化水平这么高。哎，可是有一个问题，哎，侦探，哎，您说那个信息咱们别忘了，就是10点半钟开始仪式之后啊，坐船要半个小时才能到供台。也就是说，从我们这个岸边到供台最低往返都得1个小时。它物理距离就这么远，人走可能还更久，所以他不太可能说从这儿跳下去之后，他马上就能出现在那个供台。这个地道能骑鲸鱼过去吗？就是说你已经驯化了是吧？骑鲸鱼。我欣赏你这个说法，因为有一次他们是骑马，
他们一骑马时间就无限缩短了。我觉得你好卡通，我也喜欢你这个假设。喜欢。哎，我甚至觉得我当侦探这一集就是有点保守了，因为上回都是神仙，这一集还没有出现什么很离奇的事件呢。没有别的工具了，那就是心了，因为心可以呼唤那个鲸鱼。哎，对呀，哇，海豚能救人，鲸鱼为什么不能骑行呢？可以哦。哇，如果这样的话是我。还有一个事情是，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在今天都没有人见到过真岛主。所以说，谁知道那颗心到底是真岛主的还是小满的呀？啊，小满还是有狠人，他都敢想这个。小满失踪了呀。如果说有一个其中跟小满关系很好的人发现，其实真岛主这次把小满杀了，把小满的心放在上面祭奠的话，他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杀了真岛主吧？不，真杀掉小满之后，他会让这个人消失，他不会把他的心放在那儿，因为那个供台是他拿来愚弄我们的人，他会觉得那是一个供奉海之路的地方，他不会把心放在那儿。对。但是呢，那颗心其实是不是，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凶手做的一个障眼法，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时间线不在场证明。因为我们现在盘起来是没有，大家没有可能有时间去到那里。对，没有时间。然后呢，因为在9点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线的，每个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他有可能要更早一点就把那个心放在那，也就是说这个计划他之前就有了。对，那如果是那个人跟小满联合作案，是有可能的吗？里应外合啊？你是说？不好了，在西市的井里发现了带血的东西。这个岛没有那么简单，有没有可能这个井是通道？所以那个人就是通过那个井到这个地儿。哦，这有一个尖儿，那就是刺杀的，再挖到他的心，然后他再回到他的房间里面，那么他已经来不及了呀。小满还活着吗？护卫小队7点到22点未见可疑情况，怎么能不留脚印的进真的房间？不用。他们只是未见可疑情况去送海珠路，他进去就不算可疑情况。福尔摩斯晚生500年就为了避他们锋芒。这次的供台是一个极大的反思，他要摧毁真岛主构建的这一切。我在村里面没有羁绊，我也国家法人，你一定的迫切性是比我强的。完心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讲，他这个是一种深度的报复。我可以不在这干呐。你如果可以走的话，早就走了。我都不惜得他的命，不允许他的脏血脏了我的手。我再说一下东西在我的脑子里，而且我现在在慢慢的开智。做一个自强不息的女人。世界本浑浊，醉与爱同歌，人人有话说，你们呢？美丽的花。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，满足每日100%维 C，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。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，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。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看大侦探追剧情，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。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。小不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。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。上小芒搜真小宝，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观点，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。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，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。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特别合作途家 YY 直播、映客直播、讯飞输入法长腾密室、长腾鬼笑、异次元密室。